秦始皇跳上一块岩石，举起长剑，众人立刻安静下来。主发布了新指令，消灭面壁者罗辑。秦始皇说：我们也接到了这个指令，这是主对罗辑发出的第2道诛杀令了。墨子说：可现在杀他不容易啊。有人说：不是不容易，是根本不可能。如果不是伊文斯在主的第1道诛杀令中附加了条件，5年前他就死定了。也许伊文斯有道理，我们毕竟不知道真相。罗辑也真命大，在联合国广场又让他逃过一次。秦始皇挥剑制止了议论。还是讨论一下怎么办吧。没办法，谁能接近那个200米深的地堡啊？更别说进去了，那里防守太严了。考虑过用核武器吗？见鬼，那地方就是上世纪冷战时的防核掩体。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派人渗透到警卫部队内部。这可能吗？这么多年了，有谁成功渗透过？渗透到他的厨房？这话引起了几声轻笑。别扯淡了，主应该告诉我们真相，也许能想出别的办法。秦始皇回答了最后那人的话：我也提出过这个要求，但主说这个真相是宇宙中最重要的秘密，绝对不能透露。当时同伊文斯谈起，是因为主以为人类已经知道了真相。那就请主传递技术。这个声音得到了很多附和。秦始皇说：这个要求我也提了，出乎预料，主一反常态，没有完全拒绝。人群中出现了一阵兴奋的骚动，但秦始皇接下来的话平息了兴奋。但主在得知目标的位置后，很快又拒绝了这个要求。他说，就目标所处的位置而言，能够向我们传递的技术也无能为力。他真有那么重要吗？冯诺依曼问，他的语气中带着掩饰不住的妒忌。作为第1个成功的破壁人，他在组织中的地位迅速提高。主很怕他，秦始皇说。爱因斯坦说：我考虑了很久，认为主对罗辑的恐惧只有一个可能的原因，那就是他是某种力量的代言人。秦始皇制止了在这个话题上的进一步讨论。别说这些了，还是想想怎么完成主的指令吧。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，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命。秦始皇用长剑嘡地敲了一下脚下的岩石。这个使命很重要，主可能真的遇到了危险。况且，如果能够完成，组织在主眼中的地位就会大大提高。这里聚集了世界上各个领域里的精英，怎么会想不出办法呢？大家回去好好考虑一下，把方案通过别的渠道汇集到我这里。这事儿要抓紧做。火把相继燃尽，黑暗又吞噬了一切，窃窃私语仍在继续。行星防御理事会面壁计划听证会2个星期后才召开。随着泰勒的失败和另外2名面壁者的冬眠，PDC 的主要工作重点和注意力
转移到主流防御方式上。罗辑和坎特在视频会议室中等待开会，会议视频已经接通，大屏幕上出现了行星防御理事会的会场。那早在安理会时代已为世人所熟悉的大圆桌旁还空无一人。罗辑早早地来到这儿，是为了多少弥补一下不亲临会场的失敬。在等待中，罗辑与坎特闲聊，问他在这里过得怎么样。坎特说他年轻时就在中国生活过3年，对这里很适应，过得还不错。毕竟他不用像罗辑这样整天生活在地下。这些天他那很生疏的汉语又流利了起来。你听起来好像感冒了，罗辑问。只是染上了禽流感，坎特回答。啊，禽流感？罗辑吃了一惊。不是，是轻重的轻，媒体上都这么叫，是1个星期前在附近城市流行的，感染率很高，但症状很轻，不发烧，就是流鼻涕。部分患者可能嗓子疼，不用吃药，3天左右就自动痊愈了。流感一般都很重的呀，这次不是，这里的很多士兵和工作人员都传染上了。你没发现房间里的勤杂工换人了吗？他也得了禽流感，怕传染上你，但我这个联络员一时还换不了。屏幕上显示，各国代表开始陆续进入会场。他们坐下后低声交谈，似乎没有注意到罗辑的存在。行星防御理事会轮值主席宣布会议开始。他说道：面壁者罗辑，在刚刚结束的特别联大上，经修正后的联合国面壁法案，您应该已经看过了。是的，罗辑回答。您一定注意到，法案加强了对面壁者调用资源的审查和限制。希望您将在这次会议上提交的计划能够符合法案的要求。主席先生，另外3位面壁者都已经在自己的战略计划执行过程中调用了大量的资源，对我的计划的这种资源限制是不公平的。资源调用权限取决于计划本身。您应该注意到，另外3位面壁者的计划与主流防御是不矛盾的。就是说，即使没有面壁计划，这些研究项目和工程也要进行。希望您的战略计划也具有这种性质。很遗憾，我的计划没有这种性质，它与主流防御没有任何关系。那我也感到遗憾。根据新法案，您能够在这项计划中调用的资源是很小的。即使在旧法案中，我能调用的资源数量也不大。不过，主席先生，这不是问题。我的战略计划几乎不消耗任何资源。就像您前面的计划一样吗？主席的话引起了几名与会者的窃笑。比前面的还少。我说过，几乎不消耗任何资源。罗辑坦然地说。那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吧。主席点点头说。计划的详细内容将由埃伯特林格博士为大家介绍。同时，我想各位代表已经拿到了相应的文件。简而言之，就是通过太阳的电波放大功能，向宇宙中发送一份信息。信息只包括3幅简单的图形，还有一些附加信息，表明这些图形是由智慧体发送，而不是自然形成的。图形都附在会议文件中。会场上响起了哗哗的翻纸声。很快，每个与会者都找到了那3张纸，同时屏幕上也显示出这3幅图形。
真的十分简单，每幅图形只是一些似乎是随机分布的黑点儿。人们注意到，每张图中都有一个黑点儿画得大些、醒目些，同时还有一个小箭头注明它。这是什么？美国代表问道，同时和其他与会者一样，依次细看着那几张图。面壁者罗辑，根据面壁计划基本原则，您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。主席说。这是一句咒语，罗辑说。会场上的翻指和低语声戛然而止，所有的人都抬头望着一个方向。现在罗辑知道会场上显示这边图像的屏幕在什么位置了。什么？主席眯起双眼问。他说是咒语。大圆桌旁有人高声说。针对谁的咒语？主席问。罗辑回答：187 G3 X1 恒星所拥有的行星，当然也可能直接作用到恒星上。会有什么作用呢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有一点可以明确，咒语的作用肯定是灾难性的。那么这些行星上可能有生命吗？对于这一点，我反复咨询过天文学界，从目前已有的观测资料上看，没有。罗辑说到这里，也像主席一样眯起了双眼，在心里默默祈祷，但愿他们是对的。咒语在发出后多长时间能起作用？这颗恒星距太阳约50光年左右，所以咒语起作用的时间最早为50年后，我们则要在100年后才能观测到作用的图像，但这是能估计到的最早时间，实际起作用的时间可能要推后很多。在会场的一阵静止后，美国代表首先有了动作，把手中的那3张印着黑点的纸扔到桌面上。很好，我们终于有了一个神，躲在地窖中的神。英国代表附和道。会场上响起了一片笑声。很可能是位巫师。日本代表哼了一声说。日本始终未能进入安理会，但在行星防御理事会成立时立刻被吸收进来。罗辑博士，仅就是计划的诡异和让人莫名其妙而言，您做到了。俄罗斯代表加尔宁说，他曾在罗辑成为面壁者这5年中担任过几次 PDC 轮值主席。主席敲了一下木锤，制止了会场上出现的喧声。面壁者罗辑，有一个问题，既然是咒语，为什么不直接针对敌人的世界？罗辑说，这是一次实验，用来证实我自己的战略设想。战略真正的实施，要在末日之战到来时。三体世界难道不能作为实验咒语的目标吗？罗辑断然摇摇头，绝对不行，太近了，距我们太近了。咒语发生作用时，很可能波及到我们。我为此甚至放弃了50光年以内的带有行星的恒星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在这10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，您打算做什么？你们可以摆脱我了。冬眠，当观测到咒语在187 G3 X1 星系上发生作用时，叫醒我。在准备进入冬眠的期间，罗辑患上了清流感。最初的症状与别人一样，只是流鼻涕和嗓子轻微发炎，他自己和别人都没在意。但2天后，罗辑的病情加重了，开始发烧。医生感觉有些异常，
就取了血样回市里分析。这天夜里，罗辑在高烧中昏睡，一直被狂躁的梦境所缠绕。梦中，夜空中的群星在纷乱地舞动着，像震动着的骨皮上的沙粒。他甚至意识到了这些星球间的引力联系，他们做的不是三体运动，而是银河系中所有恒星的2000亿体运动。后来，纷乱的星海渐渐聚成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在疯狂的旋转中，大漩涡又幻化成一条由所有星星凝成的银色的大蛇，呼啸着钻进他的大脑。凌晨4点左右，张翔被电话铃惊醒，是行星防御安全部的领导打来的，声音严厉，让他立刻报告罗辑的病情，并命令基地处于紧急状态，一个专家组正在赶来。张翔刚放下电话，铃声又响了，是地下10层的医生打来的，报告病人的病情急剧恶化，现在已处于休克状态。张翔立刻乘电梯下去，惊慌的护士和医生告诉他，半夜里罗辑先是呕吐，接着开始吐血，然后就昏迷不醒了。张翔看到病床上的罗辑脸色煞白，嘴唇发紫，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生命的迹象。